我被许配给了商圈中声名赫赫的冷面阎王叶景怀。每当被他那冰冷的眼神扫到，我便会躲进小姑子的房间，祈求能得到收留。历经婚后1个月内那29次去小姑子处寻求收留的频率后，那个冷面阎王终于按捺不住，开口说道：“你的联姻对象是我，并非他。”我被叶景怀堵在了小姑子卧室的门口，他刚洗完澡出来，身上散发着沐浴露的香气，与平日里那高冷金贵的模样判若两人。你的联姻对象是我，不是他。叶景怀话语中的他，指的是我的小姑子叶景甜，也就是我的好闺蜜。我双手推着叶景怀的胸膛，说道：“你先放开我。”叶景怀头发上的水滴滴落在我的手上，带着丝丝凉意。放开你，让你去找叶景甜。原本打算点头答应的我，出于求生的本能，拼命摇头。叶景怀那冷面阎王的名号可不是凭空而来的，只要他板着脸站在那里，那股威慑力足以将人吓死。当我被叶景怀拉走时，叶景甜的房门打开了，他探出脑袋，冲我眨了眨眼睛，说道：“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叶景怀目光一扫，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我被叶景怀拉回主卧，缩着脑袋说道：“叶景怀，有话好好说。”叶景怀坐在床上，将吹风机递到我手中。我握着吹风机，一脸茫然。没看错的话，他的头发明明已经干了呀！帮我！不得不说，叶景怀的脸庞配上他那沙哑的嗓音，既魅惑又撩人。但我不明白，他自己难道不会吹头发吗？带着满心疑惑，我帮叶景怀吹完了头发，然后如同逃犯一般，急匆匆地跑进了浴室。跑得太急，竟然忘记把自己的睡衣带进来了。叶景怀，外面没有回应。我裹着浴巾，鬼鬼祟祟地走出去，一眼就看到躺在床上，直勾勾盯着我的叶景怀。啊，流氓！我连忙捂住胸前的浴巾，朝着衣帽间跑去。走进衣帽间，我那些性感的吊带和 V 领短裙全都不翼而飞，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叶景怀的西装。叶景怀，我的衣服呢？整个别墅都回荡着我的尖叫声。那些衣服不好看，重新买，都太短了。这里只剩下一些保守的衣服了。我穿着保守的睡衣走出来时，叶景怀已经睡下了。想到他把我的战袍都扔掉了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凭什么他能睡得这么香？我掐住他的脸，说道：“叶景怀，我让你睡。”没得意多久，我就被他压在身下。叶景怀眯着眼睛，神情融入了黑夜之中，说道：“沈清欢，你这是自找的。”我被叶景怀教训了一顿，之后老实了许多。我与叶景怀的联姻，完全是被叶景甜胡乱牵线促成的。那天，叶景甜拉着我去参加宴会，却没有告诉我是去参加他哥哥的相亲宴。叶景甜是叶家孙子辈中唯一的女孩，深受叶家人的宠爱，再加上我是她的好闺蜜，所以在爱屋及乌的影响下，我也得到了叶家长辈的关照。这宴会怎么全是女生？我看着清一色的女生，心中有些疑惑。叶景甜嘴里塞满了蛋糕，一副等着看精彩游戏的模样。叶少爷来了，人群的目光都投向了宴会大厅的大门。叶景怀身着一身黑西装走了进来，那副表情格外的臭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脸怎么能臭成这样？他的目光扫过来，我的双腿瞬间变得绵软无力。叶景甜，这是你哥？叶景甜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喜欢吗？要不你当我嫂子吧。”我连忙摆手，说道：“可别！”他那眼神一眼就能把我给杀了。天不遂人愿，那晚我吓得拿错了酒杯，喝了高度洋酒，我的酒量太差，才喝了2口就醉了，然后紧紧抱着叶景怀不肯松手，之后便被人拍了照片并发到了网上。叶老爷子看到后激动不已，直接上门催婚。双方父母对此都很高兴，联姻对彼此来说都是首选。最后，叶景怀看着我，认真的开口说道：“沈清欢，我们结婚。”我竟然鬼使神差的点了头，真是太离谱了。一场荒诞的相亲宴，我真的就坐上了叶景怀妻子的位置。我看着面前的红本本，上面的叶景怀依旧是那副臭脸，仿佛我欠了他几百万似的。不过想起工作人员让他笑时，他脸上露出的那诡异笑容，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叶景怀还是别笑了，脸虽然臭了点，但总比强颜欢笑要好看。叶沈两家联姻在上流社会可是件大事，但我不想将此事公开，叶景怀没有异议。我们只简单的举办了一场婚礼，两家人在一起吃了顿饭就结束了。新婚夜，叶景怀和我面对面，气氛尴尬。他的目光扫过来，我立刻识趣的走出婚房，去敲叶景甜的房门。欢欢，新婚夜你怎么来了？叶景甜身着一身浴袍，看起来刚洗完澡。我径直闯进去，坐在他的床上，说道：“都怪你，你哥的眼神每天都像要杀了我一样。”结婚1个月以来，我往叶景甜房间跑了29次。昨天晚上，我被叶景怀拉回了房间。我在床上睡得正香，突然背后一阵寒意袭来，睁开眼睛，叶景怀就坐在我的床边，正在处理公务。见我醒来，他只是扫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醒了。”我眨巴着眼睛，真是怪事。之前平日里很少能见到叶景怀，除了晚上他归家，白天尤其是我睡醒后，他的身影总是不见。若不是我手上那明晃晃的婚戒，我都要怀疑自己是否已婚。今日有家庭宴会，你收拾一下，我们待会儿去老宅。即便我俩都在家，彼此间的交谈也超不过5句。我下楼时，
叶景怀已在楼下等候，不得不承认，叶景怀即便脸臭，那该有的教育风范还是有的。瞧见我下楼，他微微皱眉，去换件衣服。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裙子，好像没什么不妥之处呀。他似乎看出我的疑惑，今晚降温，这裙子太短，会冷的。我思索片刻，觉得有理，便去换了件长裙。坐在车上，我总觉得好像遗忘了什么东西。叶景甜呢？我好像把她忘在家里了。甜甜呢？她不和我们一起去吗？叶景怀开着车，车后堆满了礼盒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坐在副驾驶位上。他注视着前方道路，他自己会回去，又不是小孩子。我识趣地闭上嘴巴。抵达老宅后，老爷子立刻将叶景怀拉走了。叶景甜一直盯着我的脖子，昨晚上挺激烈啊。我老脸一红，要不是因为你见死不救，我会被啃成这样吗？至少得2顿海底捞。叶景甜偷笑，我哥可是所有女生的梦中情人，怎么到你这儿还不如海底捞？你也别瞎猜，你哥那眼神，我感觉他分分钟能让我家破产。叶景甜用胳膊肘捅了捅我，示意我看那边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是叶景怀和老爷子在下棋。看什么？我跟你讲个秘密，其实我哥性冷淡。我满脸怀疑，我和叶景怀深入交流也就那么一次，可他怎么看都不像是性冷淡啊。叶景甜见我不信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还不相信我？我哥就是表面上还行，实际上对女人压根提不起兴趣。我瞪大双眼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偷听？叶景甜一副早就了然的模样，怎么可能？你看你这么漂亮，追你的人那么多，我哥就只对你动过一次，他是柳下惠转世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叶景怀看起来挺厉害的呀。所以啊，他不是性冷淡是什么？我咬着唇瓣，觉得叶景甜说的有几分道理。我还以为你哥不喜欢我呢。结婚后，他除了上班就是上班，没有半点夫妻间的亲密举动，这让我担惊受怕了1个月。原来是性冷淡啊！欢欢，为了我们叶家的未来，我哥就交给你了。我妈说，只要能治好我哥的性冷淡，我家公司10%的股份就送给你。我强压着快要上扬的唇角，试问谁能拒绝这种送钱的好事呢？叶家不愧是叶家，出手就是10%的股份。我怎么知道治好了没？天上掉馅饼这种事，我觉得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这个嘛，我去问我妈，要不试试？你们是夫妻，反正你也不吃亏。思来想去，我答应了。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，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。家庭宴会不过就是唠唠家常罢了，可别再往我身上引话题了。叶老爷子用公筷给我夹了一筷子菜，欢欢，什么时候要孩子呀？我吃饭的动作一顿，米饭都来不及咽下去。可嗨，爷爷，我还小呢，我确实还年轻，刚毕业不久。叶景怀端了杯水递给我，还顺便帮我顺了顺背。对他这突如其来的示好，我心中隐隐有些不安，这不会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吧？爷爷，他还小呢，我们不着急。有了叶景怀的这句话，其他人即便想开口也没机会了。一顿饭吃完，我的后背已被冷汗浸湿。吃完饭，叶老爷子提议我们留宿，叶景怀碍于老爷子，只好答应。我看着只有一张床、一床被子、2个枕头的卧室，嘴角忍不住抽搐。我去看看有没有其他被子。我的手刚碰到门锁，它就自己掉了下来，门锁竟然坏了，这是要把我锁在里面出不去了吗？我瞪大双眼看着地上的零件，又慌张地看向叶景怀。他一副早就料到的样子，穿着浴袍在床上处理文件，那模样既禁欲又危险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拿出手机给叶景甜发消息。叶景甜回了我一个看好你的表情包。我差点想把手机摔了，转念一想，那10%的股份，我咬咬牙，景怀。叶景怀头也没抬，哼，我还不如他的一份文件重要呢。景怀，这么晚了，不如我们早点睡。我尝试着与他亲近。卧室里没有我的衣服，洗完澡出来的我穿着叶景怀的衬衫，这对男人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诱惑。对叶景怀而言，我简直连菜市场里的猪肉都不如，那般丑陋。他那冷漠的眼眸缓缓抬起，仅仅是随意地瞥了我一眼，随后便将我胸前的扣子扣好，嗓音淡漠，衣衫不整。我瞧见他的耳朵渐渐泛红，紧接着他便急匆匆地朝着浴室奔去。这位商界闻名的冷面阎王，竟还是个纯情之人，我不禁冷笑出声，这实在是太诡异了。而后他将自己锁在卫生间许久，一直等到我入睡，他都未曾出来。第二天清晨醒来，他已穿戴整齐，又恢复了那冷静的模样。有时我会暗自思忖，他究竟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从老宅回来后，我便约着叶景甜一同去逛街。我的那身战袍竟被叶景怀这个可恶的家伙给丢了，如今若要诱惑他，还得重新置办。你看这件如何？这件也挺不错，这个肯定能让我哥心动。我看着叶景甜手中仅有一个手掌大小的布料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你何时学会这般花俏的玩意儿了？叶景甜瞥了我一眼，不屑地说道，我这是在为你的股份而奋斗，懂不懂？我掏出一张黑卡递给售货员，刚刚他摸过的都不要。叶景甜气得直跳脚，口口声声说着要与我绝交，我才不在乎呢。我岂能为了叶景怀而舍弃我的颜面？回到家中，我将衣服随意丢在沙发上，逛个街都能出一身汗，那身上的汗臭味实在让我难以忍受。于是我便走进了浴室。我说我爱上你 ，baby， 请你别相信。我哼着歌吹干头发，
从卧室出来时，却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叶锦怀。我看了看外面的天空，太阳依旧高高挂着。叶锦怀为何这般早归？他有些不对劲。叶锦怀看着沙发上堆积的东西，微微皱起了眉头，随手拿起一件，却发现那东西还没有他的手掌大。你买的这是什么东西？破布片？我一眼便认出这是叶景甜的杰作，除了他，不会再有其他人如此无聊。我的老脸瞬间泛红，连忙抢过那块布，只是买的衣服而已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叶锦怀从身后拿出一个盒子，合同忘拿了。甜甜说你喜欢这家的点心，刚好路过就给你买回来了。我双手接过，心中满是感慨。我何德何能让这位商业大佬为我购买点心啊？他真的让我感动得想哭。我先走了。叶锦怀拿了合同便离开了，甚至连午饭都没吃。晚上，我穿着新买的战袍给叶锦怀送去夜宵。在书房门口，我特意拉低胸口的衣服，露出我的事业线。我就不信以我这资深海王的手段，还拿不下叶锦怀。进来。叶锦怀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，就像连续赶了好几天早朝的皇上。我将夜宵放在他的办公桌上，特意挑选了一个最能展现自己美貌的角度面对他。叶锦怀淡淡的扫了我一眼，轻声道谢。我手一抖，咖啡便洒在了他的合同上。看着他阴沉的脸色，我强挤出一丝献媚的笑容。俗话说得好，伸手不打笑脸人嘛。叶锦怀捏了捏鼻梁，声音依旧有些冷漠。你先出去。我拿起纸巾给他的合同擦拭着，我去给你重新打印一份。不用了，早点休息。看着他这般不解风情的模样，我心中的那股气堵在胸口，上不去也下不来。上一个如此不解风情的家伙早就被我一脚踹飞了。就在我走到门口时，叶锦怀突然叫住了我。别墅里开着供暖，但还是有些冷，别感冒了。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昏死过去。我露出如此明显的事业线，他竟然让我别感冒了。他这人还真是奇怪，怪好的呢。之前我还怀疑叶景甜是在骗我，现在我是真的相信叶锦怀是个性冷淡。我这般美丽动人，他竟然无动于衷，这不是性冷淡又是什么？然而我这种人就是越受挫越有斗志，不拿下叶锦怀我誓不罢休。我连续2个月给叶锦怀送午餐，小心翼翼，瞻前顾后，晚上还要抽空去勾引他，即便常常等不到他回来，我也从未放弃。整整2个月啊，在我的美貌轮番轰炸下，叶锦怀依旧没有再亲近我一次。他仿佛在那工作的海洋中彻底迷失了自我，我的心都碎成了8瓣。我决定大胆行动，约他去吃烛光晚餐。仙人醉可是出了名的情侣酒店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在当晚安然离开。包厢里什么都有，甚至连床都有。8点整，叶锦怀准时出现在包厢里，微黄的灯光和玫瑰花瓣，那暧昧的氛围在我们之间悄然弥漫。叶锦怀绅士地拉开座椅，我以为他开窍了，谁能想到接下来却闹了个大乌龙。怎么突然想到来这里了？我低声轻笑，人家想给你个惊喜，其实还不是为了我那10%的股份。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叶锦怀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。他笑起来真的很好看，那清冷的面庞，微微上扬的嘴角，给人一种谪仙被拉下神坛的破碎感。叶锦怀，你快给我出来！当服务员上菜之际，我在外面清晰地听到了一个女人呼喊叶锦怀的名字。这般响亮的声音，连我这个平日里对声响不太敏感的人都能听得真切。那叶锦怀又怎会充耳不闻呢？我不由自主地朝他望去，只见他神情依旧，这才暗暗松了口气。叶锦怀，我晓得你就在里面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为何不肯见我？那女人的声音从最初的高亢激昂，逐渐转为了卑微的哭泣。叶锦怀转头看向我，我微微一笑，展现出一副贤妻的模样。别太在意我了。那女人似乎是听到了我的声音，全然不顾服务员的阻拦，猛地冲了进来，那气势汹汹的模样着实吓人。若不知情的人瞧见，还以为她才是叶锦怀的正牌老婆呢。叶锦怀，她是谁？夏晴，你这是在闹什么呢？随着夏晴的到来，叶锦怀身上的气场逐渐变得冰冷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夏晴的脸上挂满了泪痕，眼角和鼻头都微微泛红，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让我都忍不住想要将她拥入怀中哄一哄。锦怀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出国的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好想你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夏晴说着便要扑向叶锦怀，却被他巧妙地躲开了。他站到了我的身后，这是我的地盘，竟敢碰我的男人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已经结婚了，有老婆了，以后别再找我了。叶锦怀冷眼看向夏晴，那眼中仿佛只有满满的不耐烦。哼，她是谁？怎么可能是你老婆？夏晴步步紧逼，眼底的嫉妒几乎要溢出来了。我的确是他老婆，我们是正儿八经领了结婚证的，合法合规。我伸出手，手上戴着的正是与叶锦怀同款的对戒。不可能，锦怀不会爱你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我很爱他。叶锦怀伸手握住我的下巴，然后便吻了上来。啊，他这是事先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一吻结束，夏晴气得浑身发抖，拿起桌上的红酒就朝我泼来。然而预想中的场景并未发生，叶锦怀紧紧握住了夏晴的手腕。再这么闹下去，我就报警了。夏晴根本不相信，还一个劲地往叶锦怀身上蹭。我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打了过去，握住叶锦怀的手让他看，都糊涂成这样了，还想当第三者？我们可是已婚夫妻。夏晴被打得歪到了一边，我原本愉悦的心情被彻底破坏，拉着叶锦怀便离开了。
回家的路上，向来沉默寡言的叶景怀破天荒地向我解释起了夏晴的事情。原来夏晴当年曾对他死缠烂打了一段时间，见没有结果后便去了国外。我轻轻啧了一声，既然都已经出国了，为何就不能好好去搞自己的事业呢？别再来招惹我的男人了。就在等红绿灯的间隙，叶景怀突然凑了过来，垂头吻向了我。我瞪大了眼睛，默默数着秒数。等到结束的时候，我推了推叶景怀。开车。我捂着嘴巴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。这已经是叶景怀第2次主动亲我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刚刚在夏晴面前是在演戏，那现在呢？那天之后，叶景怀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。我在叶景甜的再次鼓动下，决定去他的公司找他。前台看到我，热情地跟我打招呼：“太太又来了，总裁可真是好福气呢。”我轻轻一笑，将手里的小盒子递给他：“这是我亲手做的小饼干，你尝尝看。”在前台感激的目光中，我坐上了总裁专用电梯。要知道，叶景怀向来不喜欢别人和他同乘一部电梯，能让我坐上他的电梯，已经是他对我莫大的恩赐了。夫人，总裁在办公室。我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了，迈着婀娜多姿的步伐走向办公室。也不知是运气不好还是怎么的，我听到里面提到了我的名字。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？不过就是个花瓶罢了。我听到叶景怀的声音传来：“他和夏晴不一样。”仅仅这么一句话，就仿佛给我心头压上了一块巨石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花瓶，他这是默认我是个花瓶了。我冷冷一笑，推开了办公室的门。景怀，我给你做的午饭。在我的刻意举动下，午饭全部洒落在他那昂贵的地毯上。这个死渣男也配吃我的东西，为地毯都嫌脏。叶景怀眉头都没皱一下：“没伤到哪里吧？”我低着头：“要不你点个外卖吧，可别把自己饿着了。”我先行一步了，全然不顾身后叶景怀的神情如何。此刻的我迫切需要一个出口，好将内心的愤怒与悲伤倾泻而出。甜甜，你哥简直就是个大混蛋！我紧抱着酒瓶，咕咚咕咚地灌着，很快酒就被我喝光了。叶景甜怎么拦都拦不住，他还要去拿手机。我一把夺过手机，丢进了冰桶里。干什么？要跟你哥说我的坏话？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了吗？叶景甜紧紧拽着我的手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这单该怎么付？我看着冰桶里的手机，又举起自己的手机。有我在，不会出意外的。我哥怎么啦？怎么让你情绪波动这么大？酒吧里的音乐声震耳欲聋，我在包厢里哭得也是声嘶力竭。你哥，呜，你哥就是个混蛋，混蛋叶景怀。他说我是个花瓶，呜，还说夏晴跟我不一样，我可是金融系硕士，我有钱又有学历，怎么都只看我的外表？夏晴那么好，他去找他，当时何必在我面前演戏？叶景甜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，安慰着我。他深知我的美貌只是一个加分项，并非不可或缺的。而且我最讨厌别人说我是花瓶了。喝得有些上头，我还叫来了几个男模。叶景怀的卡，叶景怀的钱，叶景怀的绿帽子，一圈又一圈。我勾着奶狗弟弟，抱着狼狗哥哥，过得好不逍遥。突然，包厢的门被人猛地踹开，叶景怀黑着脸走了进来。沈清欢，这是他第2次叫我的全名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，连忙松开了手里的人。等反应过来后，我又把人抱了回来。干什么？叶少爷没见过我泡男人，说大话的后果就是被叶景怀扛着离开了酒吧。据说那天整个酒吧都直接停业整顿了。说真的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但叶景甜记得，他不仅拍了照片，还录了音。叶景怀把我扛上保时捷，我闹腾的厉害，脑海里全是他附和我是个花瓶的话语，拼命挣扎着要下车。叶景怀，你个混蛋！叶景怀握住我的双手，往上抬了抬。沈清欢，你在搞什么鬼？我娇憨的一笑，搞什么鬼？你猜我是不是在给你戴绿帽子？看着叶景怀黑了脸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我心里莫名愉悦。反正我现在喝醉了，胡言乱语，随便说。过了好久，车子停在了别墅里，叶景怀抱着我下了车。我昏昏沉沉的脑袋一直往下垂，被人灌了一碗醒酒汤，我才稍微清醒了些。清醒了。叶景怀冷笑一声，就那样直直地盯着我，那目光让我后背发凉。想起我昨晚干的荒唐事，我不禁一阵后怕。我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垫子上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叶景怀把我拉起来，抱在怀里。中午你都听到了？我点了点头。我听到了，你说我是个花瓶。中午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，生气到都忘了叶景怀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勾勾手指，我家可能就要破产倒闭了。这么一比，我好像确实就像个花瓶。就听到了这个。还有，你说我跟夏晴不一样，你要是喜欢他就去找他，我没意见。我气鼓鼓的开口，下一秒眼泪就要掉下来，竟然还是觉得很委屈。我没有说你是花瓶的意思，你误会了，在我眼里你从来都不是花瓶。至于夏晴，你当然跟他不一样，你是我的老婆，能一样吗？我歪了歪头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跟我解释吗？但听到他这么说，我的心情好了不少，现在不生气了。我诚实的点了点头，当然，我是那种小气的人嘛。叶景怀听了我的话，笑了。你不小气，我小气。你跟那群男的在一起干什么呢？那审判般的语气让我不自觉地放柔了姿态。我嘲讽地笑了笑，就是普通朋友一起玩玩而已。叶景怀掏出手机，上面全是我的消费记录，
包括点那2个男模的费用。什么普通朋友，见一面还要花钱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叶景怀靠在沙发上，那慵懒的姿态，仿佛真的在等我解释。我绞尽脑汁地想着理由，但他那副看着我编谎话的模样，实在是太让我讨厌了。欢欢，我可不大度，你做错了事就得接受惩罚。我心虚地点了点头。这件事确实是我做错了，只顾着心虚了，完全没注意到叶景怀扬起的嘴角。在我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的那一刻，心里骂叶景怀的话就一直没停过。昨晚可真是我这半年来最疯狂的一次，从回到家到天亮，叶景怀就没歇着。我哭泣着求饶，他也只是暂时休息一下，甚至我昏过去又醒过来，我感觉自己身上动一下手指头，都像是被人碾压后又重新组装在一起一样。要不是有历史记载，我都觉得金字塔就是我昨晚造出来的。叶景田是怎么说的？说好的性冷淡呢？叶景怀推门而入，手中正端着一碗粥。此刻的我对他的脸庞简直是厌恶至极，浑身的疼痛如潮水般袭来。吃点东西吧，昨晚你累坏了，吃完接着睡。我本想遮掩住自己的身体，可却动弹不得。叶景怀将粥喂到我嘴边，别乱动，好好休息。待我休息好，已是夜晚，身上虽不再那般酸痛，但依旧难受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身体不再黏腻，而是清爽无比，想来是叶景怀帮我擦拭过了。我陷入了对昨晚叶景怀表现的沉思，他那所谓的性冷淡似乎已不复存在，简直如同一夜之间换了个人，10次都不止。我下楼拿起座机，拨打叶景田的其他电话号码。电话响了一会儿，被接起，紧接着便传来叶景田那欢快的笑声：“哈哈哈，你醒了？你都不知道你昨晚被我哥扛走的样子。”哈哈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将他揪过来痛揍一顿的冲动。你哥好像不再性冷淡了，昨晚的事你懂的。许久，电话那头爆出一句脏话：“你们不会到现在还没？我哥这么厉害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告诉你一声，你哥好像恢复正常了。什么时候把股份转给我？”叶景田在那边轻咳一声：“你是不是喜欢上我哥了？”我眼皮低垂，思索良久。明天出来咱们再聊。我不敢轻易说出那个答案，因为我似乎真的对叶景怀动了心，沉浸在他的温柔与宠爱之中。咖啡厅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窗口对面的马路边，一辆路虎静静地停着。叶景田从车上走了下来，我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和一杯蓝山咖啡。他刚进门便一眼看到了我，哟，跟我哥喝一样的咖啡。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。那什么，我好像是真的喜欢上叶景怀了，该怎么办？他要是知道我喜欢他，会不会把我当成变态啊？到时候会不会直接把我发配到国外去？我可不想背井离乡。叶景田像是听到了什么稀奇事，嘴巴张得老大。你真的喜欢我哥，不是一时兴起吧？我用勺子搅拌着咖啡，心中烦乱不已。这次应该是真的，不是一时冲动。叶景怀的一举一动渐渐牵动着我的心，我对他的依赖越来越深。叶景田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。哇，大海王收心了。叶景田说我大海王是有原因的。上学那会儿，我喜欢新偶像的频率那叫一个高，3天一小换，5天一大换，半个月能换一池子鱼。那些刚出道的小鲜肉，我认识的有一半多，他们的信息我都能倒背如流。但实际上，我也只是在新偶像里偶尔海王一下。所以你哥会不会把我遣送出国啊？不会，他送你出国干什么？他肯定喜欢你，说不定很快就要向你表白了。叶景田说的一本正经，我却不太相信。但愿如此吧。叶景怀这几日似乎格外忙碌，忙得连在家吃一顿饭的时间都没有。我照常做好饭菜在家等着，结果家中的电灯突然熄灭，大晚上停电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我真的好害怕。我给叶景怀打电话，却只听到忙音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打开手电筒，慢慢摸索着往楼上走去。我记得家里是有蜡烛的，从楼上卧室的窗户望下去，花房的灯还亮着。我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，朝着花房狂奔而去。一路上，脚下的台阶仿佛被点亮，花房里的花被修剪成一个爱心的形状。我站在门口，犹豫着是否该进去。突然，花房的音响响起，吓得我浑身一震，身后的灯也渐渐亮了起来。我听到了皮鞋的脚步声，不用转头，我也知道是叶景怀跟在我身后。欢欢，回头看看我。我转过头，看到叶景怀那英俊的脸庞，心中没有丝毫惊喜，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不知是对黑暗的恐惧，还是对叶景怀的依赖。欢欢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爱你一辈子吗？叶景怀单膝跪地，手中拿着鸽子蛋般大小的粉钻。真的没有人能拒绝粉钻的诱惑。我激动地往后退了半步，掐了叶景怀一下。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你真的喜欢我？原来叶景田之前说的表白，竟然是早有预谋的。叶景怀轻笑一声，我以为已经很明显了。你这个小笨蛋，是不是醒悟得太晚了？回想起这半年叶景怀对我的照顾，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关心，对我好的有些过分，连我的喜好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叶景怀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真的，比金子还真。自从叶景怀向我表白后，我变得愈发任性骄纵，一心想着要把之前对叶景怀的好都通通使唤回来。是欢欢姐吗？叶景田在酒吧喝醉了，怎么都不愿意走，
你赶紧过来一趟。接到电话，我连忙往酒吧赶去。外面下着雨，却丝毫没有影响酒吧的生意，依旧爆满。叶景甜趴在吧台上，酒吧的灯光昏暗，看不清他的表情。他看到我过来，立刻搂住我的肩膀，一旁的弟弟往后退了退。我扶住他的手，怎么回事？喝成这样？从小到大，我从未见过叶景甜喝醉的样子。他虽是个混世小魔王，但叶家的教养还是有的。在外面如此失态，还是第一次。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一旁的弟弟看得目瞪口呆。欢欢姐，他一心想要唤醒我内心的良知呢。可惜啊，对于叶景甜，我压根就不存在什么良知这玩意儿。好不容易才抓到他醉醺醺的模样，下次指不定得等到猴年马月呢。欢花，我失恋了，你跟我哥终成眷属了，我却失恋了。我满脑子都是疑惑，叶景甜啥时候谈起恋爱了？我咋一点都不知道呢？我爱豆他房了，都塌啦！我真的要哭死！我追了13年的爱豆啊，我失恋，我真的失恋了。我知道叶景甜喜欢追星，可她跟我不一样，从来不会换偶像。塌房就失恋了，没事了，男人多的是，艺人也多的是。叶景甜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，我实在是招架不住。欢欢，我真的好难过啊！我爱豆他房了，我把他搂在怀里，哭了一会儿后，叶景甜突然抬起头，开始数落他哥的坏话。叶景怀比我爱豆还恶劣的男人，他威胁我，你知道不？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伤心事，叶景甜哭得都喘不过气来了。我哥简直丧心病狂，你以为我哥真的是性冷淡？才不是呢，那都是装的。他第一次去给我开家长会的时候就看上你了，那次相亲宴也是他硬逼着我拉你去的，可我没想到你居然喝得烂醉，抱着我哥不肯撒手。还好结果是好的，我的右眼皮不停地跳着，叶景甜全然没察觉到，还在一个劲儿地说，我哥说把你哄到手后就让我进娱乐圈呢，现在我爱豆都塌房了，我还进什么娱乐圈啊？让我死！我最后还是那个弟弟和我一起把叶景甜送回了家。叶景甜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，原来这半年我一直担惊受怕，都是瞎操心啊。可真难为叶景怀了，得装出一副性冷淡的样子。我回到家就瞧见叶景怀坐在沙发上看着财经新闻，他身上残留的酒气让他微微皱起了眉头。怎么这么大酒味？你喝酒了？我淡淡的瞥了他一眼，你妹妹喝醉了，我去接她。叶景怀站起身接过文件和外套，不是一直叫甜甜的吗？怎么突然换称呼了？我冷笑一声，现在看着你们兄妹俩，我都气不打一处来。要是换做以前，我早就揍你们一顿了，现在没动手已经算是很给你们面子了。我上楼洗了个澡，心里盘算着该怎么收拾叶景怀。等他上楼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床上了。老婆，叶景怀小心翼翼地爬上床，我恨不得一脚把他踹下去。叶景怀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过了好一会儿，叶景怀都没说话，我以为他睡着了，正要关灯，他却开口了，没有。好，真的是好，他居然还骗我，这半天的纠结都白费了。我一脚把叶景怀踹下了床，打开床头的小夜灯。叶景怀，你还在骗我？他见我如此生气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老婆，别生气，这下跪的姿势倒是又快又利落。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婆？你和你妹妹合起伙来骗我是不是？我拿起一个枕头扔过去，叶景怀的头发都被我砸乱了。没有，我真的只是想和你制造偶遇罢了，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叶景怀低垂着眉眼，看起来颇为委屈。我气笑了，他有什么好委屈的？叶景怀，你去客房睡。叶景怀被我赶出了房间，整整1个星期我都没再理他，任凭他怎么讨好我。后来他干脆找叶景甜来跟我认错。欢欢，我的好嫂子，我错了，都是我不好，你怪我吧，我哥没错，错就错在他太爱你了。相亲的宴会就是他一个人给你准备的，他娶到你后在房间里笑了一整晚，我终究还是心软了。行吧，把10%的股份给我，你就可以进房间。1.9米的叶景怀抱着他的枕头站在房间里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不想睡觉就站着吧。听了我的话，叶景怀赶紧爬上床，我给老婆暖被窝。都6月了还暖被窝。第二天，公司的股份都转到了我的名下，这也太多了。不多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给你的，给老婆多少都不算多。之后我也问过叶景怀，他为什么会喜欢我。叶景怀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在给叶景甜开家长会的时候，透过窗户看到我扎着马尾和叶景甜打闹，我脸上那明媚的笑容一下子就深深印在了他的心底。就是这么突然，毫无预兆，所以他在夏晴面前说的那句我爱你也是真心的。